大家都说丑女找不到帅哥，但我姐廖文艳今年25岁，身高158厘米，体重150斤，长相中下。她却找了个身材挺拔，长得又帅又有钱的38岁大叔。我姐跟那个叫于洪辉的男人坐在我爸妈面前说要结婚时，我姐脸上满满的都是自豪感。这是我有生以来22年里第一次见他这么扬眉吐气，也是第一次见一个男的为了让我爸妈接受他和我姐的爱情，那么低声下气的苦苦哀求。在我爸妈为难我姐他们的过程中，我相信了，原来爱情是不看脸的。但我爸妈还是不接受我姐跟那个叫于洪辉的在一起，双方大吵了一架。我姐带着她男朋友从家里负气离去，接下来1个月，我姐没和家里有任何联系，连我劝她，她也只说没有父母能拧得过孩子，你别管，过段时间他们接受了洪辉，我就会回去。在双方的僵持下，最终我爸妈做出了让步，让刚毕业的我去了我姐和那男的工作的城市找工作。我联系我姐时，她心照不宣地把我接到了她和那男的同居的房子，将我安顿下来。虽然和未来姐夫见过一面了，但他对我来说仍旧是陌生人。我住在他和我姐的房子里，我很有距离感，而且我这边工作一直没着落，我真不太好意思一直和他们住一起。考虑了许久后，我决定回去，顺便帮我姐再劝劝我爸妈。打定主意后，我开始收拾行李了。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却让我懵了。那天外面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于洪辉冒着雨回家，半个身子都湿透了。他将公文包往玄关柜上一扔，赶忙进卧室换衣服去了。我正巧坐在客厅里，在这短短的几秒钟，有股怪味钻进了我的鼻腔中。我从小鼻子灵，很快捕捉到了气味的来源，那是从公文包里散发出的味道，淡淡的血腥味。因为被雨水淋湿，整个包都裹挟着腥味。里面是什么？于洪辉刚刚去干嘛了？正当我好奇时，于洪辉已经换好衣服出来了。他问道：文倩，你在看什么呢？我急忙转移视线。没，今天雨下得这么大，不晓得我姐怎么回家。不用担心，我待会儿就出去接她。他似乎也注意到了柜子上的公文包，于是坦然地解释道：今天下午我提前下班，去了趟菜市场，本来想买只鸡给你姐补补身体的，结果突然下大雨，害我被困在菜市场里。刚刚我一身都是臭味，还有血腥味，好像是有一点点。于洪辉无奈地笑了笑，他一边用毛巾擦头发上的汗水，一边收拾玄关口乱摆的鞋。就在弯腰的瞬间，圆领口子往下垂，露出了一大块胸前的皮肤。我无意间看了一眼，整个人吓得浑身一个激灵。在那短短的一刹那，我看见了他胸膛丑陋的皮肤，不像正常人的光滑紧致，而是干瘪瘪的、发皱的，其中还混杂着黑色的疤痕。这皮肤状态简直比80、90岁的老人还差。我不由抽了口凉气，迅速将目光挪开。于洪辉的皮肤怎么会这样？皮肤病，又或者是以前受过伤？难道他有什么隐疾？我这才想起来，自从认识他以后，他始终身穿长袖，清一色的衬衫。原本以为是公司有正装要求，现在才知道，也许是为了遮挡身体缺陷。可这些，我姐知道吗？一直到吃晚饭，我都心神不宁。我脑子里始终盘旋着于洪辉身上丑陋发皱的皮肤，无数可怕又大胆的猜测从我心中冒了出来，再也无法收拢。好不容易等到我姐回家，她洗漱完毕后，我拉她到阳台上说悄悄话。我开门见山问道：姐，
我想问你个事，姐夫他身上的皮肤怎么怪怪的？我姐表情平淡的哦了声。你也看到了呀，他小时候被火烧过，所以有伤疤。不过他从来不让我看，我也很少主动问，怕触及他的伤心事。烧伤？不，我敢肯定，那绝对不是烧伤后的疤痕。还没等我开口质疑，我姐就自顾自道：这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红辉他确实有那么一丁点小缺陷，但我完全不在乎的。你看我长得不漂亮，他就从没嫌弃我。我只好转移问题，那姐夫他是全身都有疤痕吗？我姐垂下目光，有些害羞。我不知道啊，我们俩还没那么亲密过。我心下一顿，这合理吗？对于两个成年情侣，整天睡在同一个房间，还这么以礼相待。我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可想起我姐对我爸妈的态度，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她肯定不会信的。我忽然明白了我爸妈担忧之处，觉得于红辉不简单了。但最致命的并不是他身体上的丑陋，而是他一身的秘密。他到底是用什么让我姐对他深信不疑的呢？带着这一大团疑问，我决定跟踪于红辉。跟踪他的第一天就发现了端倪。清晨一大早，于红辉收拾整齐出门，依旧是一身正装打扮，手里拎着公文包，俨然一个高端职场精英。但他并没有去之前向我爸妈介绍的那家互联网公司上班，而是直接开车转向城北，独自进了一栋写字楼。我不敢离太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坐电梯离开。随后我一层一层找过去，这栋写字楼十分空荡，大部分楼层都没租出去。独自走在这里，我有种难以言表的怪异感。尤其是上到15楼时，周围气氛开始变得更加阴冷。长期闲置的办公室带有种空旷的阴森感，其中还混杂着消毒水和香薰的味道。我好奇地观察着15楼的环境，只见所有门都被紧紧关门，压根儿没法看到一丝一毫动静。整栋写字楼给我的感觉就是十分萧条。于红辉怎么会在这种环境里上班呢？他见我爸妈时，明明诚诚恳恳地讲我是一个程序员，可这里挂牌的公司连一家 IT 公司都没有啊。我在地下停车场一直蹲于红辉，蹲到他下班。但于红辉再出现时，却不是他一个人出来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穿得一身黑，将全身上下遮得严严实实，而于红辉则是和他有说有笑的，手里还拎着一大包吃的。他们两人一前一后上车，不一会儿便驱车离开。我一路尾随着于红辉，只见他们开车来到了一栋郊区别墅中，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能干些什么呢？不用猜也知道。顿时我内心的愤怒腾升而起，这个口口声声说要照顾我姐一辈子的男人，不仅仅谎话连篇，还三心二意。于红辉果然不是什么好男人，同时我内心深处又在为我姐感到不值得，甚至是委屈。她单身了多年，好不容易遇上自认为的真爱，掏心掏肺对她好，结果却遭受欺骗和辜负。我很害怕戳破她的幸福，但在短暂的犹豫之后，我还是将刚刚拍摄下的照片发送给我姐，并拨通了她的电话。姐，我看见姐夫和别的女人进了一栋别墅里。我姐一听，立刻答道：我马上过来。不到半小时，她就火急火燎赶到了。她比我冲动得多，一看别墅院子里停放着于红辉的车，压根儿镇定不了，直接往里头冲，谁也拦不住。
他在门口大喊道：“于红辉，你给我开门！”隔了5、6分钟后，于红辉才露出半个脑袋，脸上满是诧异和疑惑：“你们俩怎么来了？”我和我姐直冲进去，只见别墅内空荡荡的，客厅内摆了几张办公桌，大部分房间都开着门，里头只摆放着新家具。我们将别墅翻腾了个遍，确实，这地方没有任何女人存在的痕迹，连于红辉刚才拎着的那袋零食也不在了。于红辉一脸无辜地问道：“燕燕，你们怎么会找来这儿呢？”我见状不好，立即跟我姐解释道：“姐，你别信他，我分明看到他带着女人进来的。”可谁知于红辉却不回答我，只是深情地拉着我姐的手解释道：“燕燕，和你结婚后，我想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在考虑了很久后，决定从大公司离职，和朋友一起创业。这栋别墅是我买来做工作室的，虽然偏僻了点，但周围很安静。我一定会好好挣钱，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好不好？”他分明在说谎，可我找不到证据反驳他。果不其然，我姐听完他的话，羞愧的眼睛都红了。她连连和于红辉说了好几句对不起。于红辉听完似乎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很受伤地对我问道：“文倩，是你骗燕燕来的吧？”“文倩，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能让你爸妈接受，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地讨好你们了，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让我和燕燕分开？”我姐听完似乎突然意识到什么，脸当即就变了。我脑子嗡的一声，没想到于红辉竟然将计就计地给我设套。我姐没等我说话，一把将我扯住，硬生生拖出别墅。“你到底想闹到什么时候？我好心让你住下来，你却3番5次地找我麻烦，还故意 P 图骗我，你就那么听爸妈的话吗？”“不是，姐，你一定要相信我。”于红辉不是很可靠的男人，他身上的伤疤有蹊跷，而且他肯定不是程序员，10有8九就是个骗子。他的疑点太多了。我姐满脸不屑：“够了，你还在说谎。我看你身上的疑点才多，虽然咱们是一家人，但并不代表你可以插手我的感情生活。”我顿时无语了。于红辉身上这么多问题，他又是离于红辉最近的人，我说的这些事情他应该都有所察觉的呀。他怎么什么都没察觉，还倒打我一耙？我气得想笑，正要回怼时，视线一顿，停留在我姐的手臂上。在她白皙的皮肤上面有不少针孔，还比其他部位的皮肤更加干燥，甚至有点干瘪瘪的，和于红辉胸前的皮肤有几分相似。“你的手臂是怎么回事？受伤了？”我心惊地问道。我姐猛地将手臂抽出来，满脸冰霜：“别在这里假惺惺地关心我，现在你立刻马上从我家搬走！”我又气又心痛。我和我姐是亲姐妹，从小感情深厚，这还是她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脾气，竟然就只为了一个男人。但我也明白，她被于红辉的爱意冲昏了头脑，也许她也察觉到了这段关系中有种种不给劲，却骗自己说一切都是真爱，不对劲的是外人，所以我就成了她的出气筒。得，我走就是了。我的行李被直接扔出家门，老爸老妈将艰巨任务交给我，让我考察于红辉。结果这才考察到一半就翻车了。我窝着一肚子火气，真想不管我姐了，但想到她是我姐，我又狠不下心真不管她。思来想去，我又去于红辉的别墅蹲点了。那个女人不会凭空消失，那栋别墅里肯定藏着不可告人的东西。接下来一阵子，我姐一直拒绝和我见面，连消息都不愿意回。但最近都是于红辉一个人独自进出别墅，他每次还会从车内搬不少东西进去，
有几回都拖着大行李箱，真给人一种在认真布置工作室的感觉。至于那个黑衣服的女人，我再也没见过她。半个月后，晚上，我趁着别墅没人，偷偷溜进后院中，将客房窗户撬开，爬了进去。周围地形全是我认真勘察过的，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我小心翼翼进入别墅，只见客厅里已经摆满了办公桌，桌面上还堆积着文件，确实有几分工作室的架势。越是正规平整，却显得诡异。可惜的是，我将别墅上上下下翻腾了一个遍，依旧一无所获，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直到我来到了厨房里，别墅厨房完全是空的，没有任何家电用具，橱柜被擦得雪亮，但地板上却有不少脏痕，是鞋子上留下的泥沙痕迹。我的视线匆匆往上一扫，定格在面前墙壁上。在厨房中，这一块墙壁和其余地方有细微的差别。我伸手一摸，连触感都不同。咚咚咚，我用劲敲那块墙壁，见它毫无反应，正准备离开时，突然轰隆一声，刚才的墙壁破开一扇门，居然开了。我伸头往里一探，下面一片漆黑。打开手机灯光，这才看清楚，下面竟然有一间地下室。我内心既慌张又好奇，壮着胆子往下走。等到了楼梯口，突然有一股很微弱的怪味钻入鼻腔中。再往里走几步，那股怪味逐渐消散了。开关就安装在楼梯右手边，啪嗒一声，灯光全开，黑暗一扫而空。我面前是一张摆满东西的桌子，我仅仅瞥了一眼，浑身的血液便如同停止了流动，连心跳都呆滞了一瞬。桌面是无数奇形怪状的东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玻璃瓶，装着淡黄色的液体，正浸泡着女人的脸。瓶子中的女人紧闭双眼，她的五官轮廓在淡黄色液体中更显诡异。我的心猛地缩成一团，整个人吓得六神无主，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再往前看去，柜子上面放置着一长排人脸模型，那是各式各样的脸，有男有女，奇形怪状，包含着各种脸型和五官。它们摆放整齐，从远处看像无数人头。这样诡异压迫的环境下，我几乎要窒息了。于红辉的别墅里为什么会藏着这么恐怖的东西？瓶子里的是真人头吗？我哆嗦着掏出手机报警。和警察通话的短短几句话中，几乎耗尽了我所有力气。我双腿发软，直接瘫坐在地上。突然想起来，如果于红辉是罪犯，那我姐岂不是有危险？我连忙拨通他的电话，可始终是无人接听。直到第6通电话时，终于接通了。我急切地问道：“姐，你现在在哪里？你没出事吧？”我姐似乎生病了，声音有些变调。我在家睡觉。那姐夫呢？他在家吗？他今天出差了。你有什么事？得知我姐没事，我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我低声说道：“我有件很严重的事情要和你说，你千万要冷静住。我在姐夫的别墅里发现了一个地下室，里面藏了很多人脸模型，特别恐怖。当初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肯定就是藏在地下室里。姐，我真的就没骗你。”我姐的声音瞬间高了几个度。什么？谁让你进别墅里面了？你是不是有病啊？别人的生活你那么关心干嘛？烦死了。我姐赶到别墅时，警察也到了。因为给我姐打电话前，我先报了警。但我姐今天有些不太一样。她穿了身宽大的连衣裙，口罩遮住半张脸，脸部紧绷着，眉眼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身上还带了股浓郁的香水味，满屋子都是她的味道。警察看着满桌子的人脸模型，疑惑地等着我姐解释。我姐满脸歉意地道歉：“警官，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我最近要整容。”
我怕整残了，所以买了很多模型了解整容的事。其实这事就是个误会，我妹妹她什么也不知道，害你们大晚上白跑一趟了。2位警察听见我姐这样说，兴致寥寥。你这种模型都是用来干嘛的？买这么多？我姐双手搅在一起，有些难为情。我惜命嘛，所以我就想着买些模型，多了解自己适合什么样的风格，减小手术风险，给整容医生提供参考意见。警察指了指桌面上浸泡着人脸的瓶子，戴着橡胶手套取了出来，才发现是橡胶的。警察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姐讲道：整容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最好和家人讲清楚，别浪费警力。我姐又连连道歉，才把警察都送走。但警察离开后，我心中的震惊和恐慌算是得到了答案。可目光聚焦在我姐身上时，那种疑惑感再次卷土而来。我姐想整容，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她提。她平时糙的连妆都不化，体重150也没认真减过肥，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动脸？我止不住诧异。姐，你为什么要整容啊？这么大事情你不早告诉我，也不和爸妈商量，是不是姐夫怂恿你去整容的？姐夫，他的脸也是整的。我姐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狠狠地瞪着我。廖文倩，你是怎么进来的？居然敢撬死我！她的眼神不仅凶，还冷漠。我和我姐虽然吵过架，但她从没用这样刻薄又不耐烦的态度对我。在她的目光审判之下，我显得不知所措。我急忙辩解道：姐，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上次我没有撒谎骗你，我只是害怕你遇到不好的人。我姐似乎很想发火，但那种凶恶快要咆哮而出时，她却克制住了，只是用很冷漠的语气警告我道：那你现在看到了，我和红辉感情很好，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你看到的那些问题只是红辉整容后留下的后遗症，我也只是想整容而已。你就不能让别人有点隐私吗？什么都要问，烦死了！你能不能以后从我的生活里滚出去？我姐从没这么狠地骂过我，我有些无措。眼前的姐姐让我感觉到陌生，仿佛从于红辉这个男人出现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姐整容的事情很快传进了我爸妈耳朵里，原本他们已经让步了，但一听说我姐要做全脸整容手术，立刻坐不住了。第二天下午，他们就开车来到于红辉的房子里。我妈一看见我姐的脸，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整容之后，我姐瘦了很多，也漂亮了很多，可就是不自然，脸上动刀痕迹明显，还有些肿胀和僵硬。我爸妈心痛如绞。阿燕啊，你脸上动这么多刀，我们做父母的也跟着心疼。追求美的方式有很多，你为什么要干这么危险的事情？我姐低着头，漫不经心地应道：我这么大一个人，有整容的自由，更何况我现在很健康，什么事也没有。你们别跟着瞎操心，不管你年龄多少，都是父母的孩子。整容这么大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万一你在手术台上出事，我们怎么办？你们这些人真是老古板。我姐这话一出，把我爸妈气得够呛。还是于红辉出来打圆场，他劝道：爸妈，你们别担心，等再过阵子，他的脸就会越来越自然。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希望你们可以尊重燕燕。他说话声音诚恳，配上这张帅得无可挑剔的脸，却总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爸妈和我一样，一心觉得我姐走上整容这条不归路，和于红辉有密不可切的关系，所以我妈目光一横，脸色凶狠：你别跟着喊妈，一点规矩都没有。于红辉尴尬地笑了笑：我和燕燕已经领证了，现在是合法夫妻，改口是应该的。我们3个人齐齐一愣，他们领证了？
我妈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场晕倒。事发突然，一家人转战医院，谁能想到呢？我姐居然还偷偷领证了，连家人都没有提前告知一声。她做的离谱事越来越多。我妈在医院待了整整1周，她整天郁郁寡欢，提不起劲来。她老人家本身就特别保守古板，别提整容了，就是偶尔化个大浓妆，她也要看不惯。更何况我姐这次不仅整容了，还背着全家人偷偷领证。住院期间，我姐来过医院几次，但都被我妈轰走了。从那之后，我姐再也没关心家里的情况，就连平时打电话给她，也就潦草说那么几句。但母女间没有长久的深仇大恨，时间一长，我妈就心软了，开始惦记着我姐的近况。她让我旁敲侧击打探一下，看我姐日子过得怎么样。我奉命去于红辉的工作室外溜了一圈，也就是那栋郊区别墅。那天我进门的时候，刚好有个戴着鸭舌帽和大墨镜的男人匆匆出来，让人很不舒服。大冬天的，谁会戴墨镜？那人把自己的脸藏得那么结实，给人一种藏头露尾的感觉，和当初我姐整容的时候有些像。我疑惑地蹙了蹙眉，并没有在对方身上多想，而是进了别墅。我姐的脸恢复得很好，自然了许多，越来越精致美丽。她看见我，轻皱了下眉头。文倩，你怎么来了？快过年了，妈想知道你回不回老家。你现在和家里关系闹得这么僵，妈就让我过来看看你。哦，那你进来吧。我姐正躺在沙发上，边吃零食边追剧。我坐在一旁，准备找话题切入聊天时，突然瞥见了桌面上的水果捞，里面竟然放了很多芒果。我姐居然吃芒果了，我顿时惊诧不已。我姐对芒果过敏，一吃芒果嘴就会又痒又肿。她从来就不吃这东西，怎么回事？做了整容手术之后，不仅外貌不一样了，连对芒果过敏的体质也变了。我试探性地问道：姐，你今天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我姐活动了下脖子，没有，我挺好的，就是昨晚睡得不踏实，眼睛有点红。那就好，她一点反应都没有，绝对不可能。当你开始怀疑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处处有问题。现在我就是这种状态。我在客厅里，越看我姐越觉得不对劲，盯着的时间一长，我的心里逐渐发毛，仿佛有无数蚂蚁在挠动着我的心脏。我假装不经意地问道：姐，下个月是外公85岁生日，你会回家吗？我们一家人好好庆祝庆祝吧。我姐嗑着瓜子儿回答：我下个月没空，你们自己好好庆祝吧，我要去睡觉了。文倩，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可以先离开。这表情一丝波澜都没有。我转身离开家门的一瞬间，心跳如鼓。今年年初，我外公刚过完生日，蛋糕都是我姐亲自买的。这么大的事情，她绝对不可能忘得一干二净。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突然间，那些不对劲的细枝末节，如同找到了归宿一般，全部有了合适的解答。难怪从不爱打扮的我姐会突然想整容，会像变了个人一样，性格全变了。她根本不是我姐。可是，沙发上那个女人是谁？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她和于红辉又是怎么回事？最要紧的是，真正的我姐去哪里了？震惊和焦急之余，一丝理智爬上心头。我开始分析到，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的呢？是那天在别墅内，我姐以为我诬陷于红辉出轨，将我轰出家门的那刻起开始，一切都变了。那次我和我姐冷战了半个月，等再次见到她时，她不仅变漂亮，声音、气质、性格通通不一样了。我在脑海里复盘那天所有细节，啪嗒一声，
大脑里有些东西对上了。对了，写字楼。当初跟踪于鸿辉时，他曾进入城北的写字楼，在15层楼时，我还闻到过消毒水和香薰的味道。当时那一层楼被关得严严实实的，我误以为里面没人租用。1楼的保安还曾抱怨过楼上有公司要搬家，而巧合的是，于鸿辉当天就在倒腾新工作室，很有可能那就和于鸿辉有关。我立刻赶往城北，那栋写字楼依旧和往常一样，空旷而萧条。保安大叔正在1楼闲坐着玩游戏。我直奔15楼，楼道内的消毒水和香薰味稍微淡化了些，所有窗户紧闭，门被关得严严实实的，压根看不见里面是什么公司。我尝试着撬开大门，但发现里面还有一层门，上了3个锁，银色的锁，和于鸿辉别墅中的锁头一模一样。确定无疑，这一定和于鸿辉有关。花费了1个多小时才将锁头解开。推门而入的一刹那，有股机械味和消毒水味袭来，里面是空荡荡的，东西已经被搬空，只剩下几个纸箱子。一道痛苦的呻吟声钻进我的耳朵中。我往里走去，在其中一间房中，看到了一个蜷缩在病床上瑟瑟发抖的人，是个女人。她脸上带着4、5道疤，整个人苍白无力，抬头看了我一眼，就发出难听的痛哭声。我几乎不敢相信。你，姐？我一靠近她，就用布遮住了自己的脸，浑身上下都在颤抖着抗拒。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没错，这就是我姐的声音。她的声音里满满的害怕和后悔，让我心中泛起一股酸楚。走过去抱住她，我姐抓住我的手，如同抓住了救星，开始嚎啕大哭，哭得我跟着揪心。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安慰我姐，姐，你别哭，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帮你。我带你回家。在我的细心劝导下，她终于止住了哭声。我带着她从写字楼后面离开。在车上，我认认真真看着她的脸，她被割伤了，脸上留下了难看的疤痕，整个人疲惫不堪，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的，精神状况十分差。她捧着脸，小心翼翼地说：“那天我和于鸿辉领证后，回家就睡着了。我一觉醒来，结果变成了这副样子。于鸿辉莫名其妙地开始骂我，他骂我丑，还骂我蠢，他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你之前有发现于鸿辉不对劲吗？”他含泪点头。有，我早就发现他的脸是假的，他整容了。但我看了他以前的照片，我心动了。我也想变美，可我怕你和爸妈不同意，不敢和你们说，所以那天我才和于鸿辉演戏，把你气走。可于鸿辉根本没给我整容，他和我领证后，我就莫名其妙毁容了，他还把我关在了这里。我没想到于鸿辉一直在骗我。整容，又是整容。我姐的声音很虚弱，还有些语无伦次。她说出这些话时，我忍不住想掉眼泪。她一心想嫁给心爱的人，想为于鸿辉付出一切，却被毁容囚禁。而且在她消失的日子里，已经有人取代了她。比起可悲和可怜，胸腔中的愤怒更为浓厚。我带着我姐进入警局报警，我一一揭露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包括我姐被于鸿辉毁容、下药、囚禁。警方了解情况后，带队来到郊区，闯入于鸿辉的别墅中。彼时，于鸿辉正在和客户交谈，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神色异常：“你们要干嘛？未经许可就进入，这是犯法。”他的客户是个40多岁的女人，见警察进来也跟着紧张，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正四处打探着周围的一切。于鸿辉慌得彻底，他很快瞄到了人群中的我。廖文倩，又是你！
我冷眼看向他，这次不是我报的警，是我姐。你姐她……于红辉话说到一半，脸色突变，由苍白变成一坨死灰色。警察迅速来到地下室，只见那间摆满人脸模型的地下室已经全部改造，在最上面挂了块招牌，贵宾私人定制。这里面完全是私人医院的样式。大厅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人脸模型，旁边的房间是手术室和病房，抽屉里有各式各样的药物和手术器械，其中还住着2个穿着病服、被白纱布包住脑袋的男人。他们一看见警察的身影，就吓得六神无主，四处逃窜，但很快被警察制服了。我被眼前的场景也看呆了。如果之前只是有一些器材摆设的话，现在俨然可媲美正规医院了。正在我走神的时候，于红辉突然抓起把手术刀，一个箭步直冲上前，猛一下掐住我的脖子，威胁道：“你们所有人都不许过来，不然他的命就没有。”在于红辉的威胁下，前面的警察退后了几步，他手里那把手术刀折射出亮白色的光，晃得我眼睛疼。我被掐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窒息感铺天盖地向我袭来。在濒临死亡的一刻，我心中的恐惧和担忧逐渐消退，逐渐冷静下来。此刻穷途末路的人是于红辉，他肯定不敢弄死我。如果我死了，他绝对跑不了，起码我的命是没问题的。镇定下来后，我假装配合着于红辉，一边和他往前走，一边留意着警察的举动。找准时机，我对着他的下半身猛踢一脚，他吃痛地嗷了2句，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身后的警察制止住了。咣当一声，手术刀发出刺耳又响亮的声音。于红辉拼命挣扎，桌面上的人头模型如同多糯米骨牌般倒下，发出轰隆隆的声响，碎片将他扎得遍地鳞伤。瞬间，他停止了挣扎，只剩下撕心裂肺般的愤怒。警察推着他往前走：“闭嘴，乖乖出去。”于红辉像是蔫了的茄子，垂着脑袋，没有一丝神气。于红辉落网之后，贾我姐也被逮捕。警方根据从地下室2人套话套出的线索，竟然破获了一起罪犯脱罪组织案。于红辉原名江海，今年42岁。他曾经是一名专业整形医生，技术高超，在业界有很不错的口碑。但5年前，他因为一时贪杯，在饮酒后进行手术，导致病人直接惨死在手术台上。一时间，家属纷纷上医院讨要说法，甚至放出狠话要让他偿命。他不仅丢了工作，更背上了巨额赔偿金，甚至有牢狱之灾。从天堂跌入地狱，他并没有选择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是选择逃亡。唯一的逃避办法是成为别人。于是他选中了和自己骨相相似、性格孤僻的于红辉。一个疯狂的想法出现在他脑海中，他杀掉了真的于红辉，并变成了新的于红辉。在这跌宕起伏的际遇下，他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利用手头上的刀就能让人改头换脸，转换身份，这该是多么精巧的逃罪方式啊！没错，于红辉的整形机构就是专门为有钱又穷途末路的罪犯客户设立的机构。5年来，这家非法整形医院收纳了上百名罪犯，他们是杀人犯、诈骗犯、毒贩，又或者是携款逃跑的人。总之，只要进了医院，于红辉就会给他们全新的身份、全新的生命。他们机构有能入侵人脸信息系统的黑客，只要有客户，他们就会在人脸系统中寻找和罪犯客户相似的人，然后选定最合适的目标，接近目标，诱惑目标进入他们精心准备的陷阱，然后为罪犯整容成目标的模样，再找机会把目标灭口。至于罪犯，他们则完美地取代了受害者，会顶着受害者的身份重新生活。原本于红辉很早就想把我姐杀掉了，但因为我报警了，他怕被警方盯上，所以迟迟没机会动手。而那个假扮我姐的女人叫做萧怡，她失手杀死了她老公。因为怕入狱，
她把她老公的尸体碎尸处理后，取出了她和老公的所有存款，逃了。警察好几天后才发现她丈夫死亡的事实，开始进行追捕，但四处追查她的下落，却一直没有任何线索。因为她来到了于红辉的整形机构，于红辉苦心接近我姐，挑拨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就是为了顺利和她结婚后，让萧怡整成我姐的模样，将她取而代之。原本一切计划顺利，萧怡整容成功后，将我姐毁容，并关在无人救援的高楼里。幸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于红辉整形机构的事情一经曝光，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样的秘密组织太让人毛骨悚然，谁也无法肯定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人有一天突然去整了容，突然性情大变了，原来是用别人的脸回来的恶魔。几年来，于红辉组织里的人经过精心挑选，缜密设局，在犯罪的路上转得满盆波体。我姐得知一切真相的时候，她已经躺在正规医院的病床上，脸上做完了祛疤手术。但她自从被救出后，就一直沉默寡言，不爱和人交流，也不爱陌生人靠近自己。除了我们几个家人，谁都不信。医生说，这是创伤后遗症。我爸听完，皱着眉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我妈则一直抹泪。我也有些懊恼，没有早点救她出来。写下我姐的故事，是希望给其他的女孩警醒，这世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希望不再有人重蹈我姐的覆辙。